从小，大家就说我是个疯子。同村的狗蛋偷窥我洗澡，我拿簪子刺瞎他的眼睛。啊！我的眼睛！救命啊！疯子，桂秋这个疯子又杀人了。桂秋，你这丫头转性了，给婶子送肉吃。婶子，你家大黄总爱咬人，我把它煮了，你尝尝香不香？魔星，这丫头绝对是魔星转世，这种祸害留着也是害死全家，丢了她！造孽呀！就当没生过这个孩子。我可怜的乖奶奶，以后就跟着祖母生活吧。楠楠别怕，你是祖母心里最好的姑娘。祖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凤冠霞帔，嫁给这世上最好的儿郎。只要你以后乖乖的，不惹事，祖母就奖励你吃桂花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听祖母的。于是，我装乖乖女，装好姑娘。渐渐的，我好像真的相信我会这样好下去。祖母，祖母不见了。961、962，快了，再卖几10罐，就能给秋儿攒够买嫁妆的了。老太婆，你这里是可以先尝后买，不好吃不收钱，对吧？是，公子真是识货，我这蜜是10里8乡最正宗的，新客只管尝，觉得好吃您再买。味道还行，不过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来，你们都过来，都替本公子尝尝。各位军爷，轻点儿，本公子吃好了，我这些下人也尝过了。不过啊，本公子的爱居平日里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，唯独还没尝过这桂花蜜。来啊，牵过来，叫他也尝尝鲜。听见没？沈公子的马要吃蜜，还不快伺候着！公子，这马嘴大，舔一下这一罐就废了，这可是给孩子攒的嫁妆钱啊！行了，闹够了，回府。公子留步，这蜜您不买些吗？买？老太婆，方才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，好吃才买。本公子尝了，觉得这蜜难吃得紧。既然不好吃，我为什么要买？可你们尝了这么多了，10几个人连马都尝过了。你个死老太婆，还没完了是吧？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你觉得我会缺你那几罐蜜的碎银子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不就是缺银子吗？银子这东西，我府上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你跟我回府，我就把你这儿的桂花蜜全买。回府？来人，把这老太婆给我拴到马后面，我亲自带她回府领赏。驾！哎呦，这哪还有一块好肉啊！沈家那马跑得比风都快，6旬的老太太走动都慢吞吞，平日搬个箱子都要桂秋帮手，怎么可能跟得上马？我瞧见了，没跑3步就被拽倒了，那是生生拖在地上磨掉的肉啊！瞧瞧，我就说这丫头是魔星转世，一点心肝都没有。祖母那么疼她，命都给她换回来了，她如今哭都不哭一声，倒在这翻腾什么呢？肯定是翻奶奶藏的那点私房钱呗。得罪谁不好，偏得罪了国公府的沈小姐，就是那个沈家大小姐沈荣香。除了她还有谁？国公和夫人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宠得无法无天。这些日子，她最喜欢扮成男人的样子在街上乱晃，来戏弄咱们这些做小买卖的。听闻上个月西街卖豆腐的老王，就因为多看了她一眼，被他身后的仆从打断了腿。哎，这世道谁敢惹沈家？行了，别议论了，
万一传出去让沈大小姐知道了，当心咱们的舌头都要被她拔掉。沈荣香，哼。1、2、3、4、5，吃完这些就再也没有了。奇怪，怎么不甜了？是因为不新鲜了吗？奶奶这就去给秋儿重新做。可现在再也没人给我重新做了，好难受，像是有无数只虫子在心口里钻。从小到大，谁让我难受，我都要成倍的还回去。沈荣香，哎呀，真没拿呀！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国公府那位沈大小姐最近正满大街找女伴读呢。嘿，就她那霸道的性子，找伴读，谁伺候得了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听说啊，沈大小姐一直痴心于新科状元裴公子，成天追着人家跑。裴公子那是什么人？光风节月，清高的像云上的人，他能看得上沈荣阳那副跋扈样？所以啊，裴公子亲口说过，只喜欢知书达理、端庄文雅的女子。沈大小姐这是急了，嫌周围那帮丫鬟只会陪她胡闹，要找几个端庄雅静的伴读撑场面，好让裴公子改观呐。哎，可惜我家那个丫头是个大字不识的粗货，送去估计连大门都进不去，白白落选。既然你想找人陪你一起演这出戏，那这世上还有谁比我更擅长装乖呢？沈荣香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都站好了，伸出手，张嘴。这个太瘦，没福气。走，下一个。身子骨健康，相貌也周正齐整，站到右边去。夫人，这是最后选出来的几个，都还算拔尖。小姐要的是伴读，不是干粗活的。你们几个都说说，可识字，读过什么书？奴婢不识字，但奴婢会绣花。奴婢识几个字，跟爹爹读过《三字经》。先生，求您教教这孩子，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不识字吃苦。秋儿乖，读完这一页，奶奶就给你吃一勺蜜。回夫人，奴婢读过女诫内训。哦，你说读过女诫，那么女诫开篇有云卑弱第一，你对此作何解？卑弱并非卑微弱小，而是该以谦卑之心处事。我们身为女子，无论富贵贫贱，都当谨守谦和礼让之心，如此方能克己复礼。贫家之女能有此等见解，已算难得。夫人，那这丫头留下吧，第一步成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走吧，带你去见小姐，那才是你往后的真主子。激动，或者是兴奋，我全身的血液都在叫嚣。沈荣香，那个将祖母拴在马后，整整拖行了3条街的疯子，我终于要见到你了。太普通了，这个传闻中杀人不眨眼的恶鬼，竟然也只长了2只眼睛1只鼻子，看起来和别人也没什么不同，真叫人失望。蓉儿，这是桂秋，往后她就在你房里专门陪你伴读。娘，你这挑的是什么人啊？看着就是个死板无趣的木头。伴读要有趣做什么？难道还要像你院里这些小贱蹄子一样，整日里只会陪着你胡闹闯祸？蓉儿，你小时候顽劣荒唐，我和你爹都能由着你。可你如今到了婚嫁的年纪，名声若是毁了，谁还敢要？你不是一门心思倾心那位裴大人吗？只要你从今往后乖乖守规矩，别再给你爹和我惹是生非，我就让你爹亲自去裴家提亲。真的？娘，那可说好了，我这辈子除了裴宪哥哥，谁也不嫁。瞧瞧你，哪有个大家闺秀的样子，真是不知羞。裴宪，小姐，辰时已到了，您前2日说要勤加苦读，好让裴大人早日瞧见您的长进。今日的晨读，
本小姐就睡觉吗？不长眼的东西，再敢碍着本小姐睡觉，揭了你的皮！滚！哟，这不是夫人亲自送过来的那位大红人吗？大红人怎么这一大早的就挨了小姐的打呢？看来这读过书的也不见得比咱们这些伺候的高明到哪儿去啊。云卷云舒，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沈荣香，你那种性子总有守不住露出马脚的那一天，那一刻就是我的机会。小姐，今日该做功课了。本小姐要做什么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？奴婢知错。哼，滚远点，瞧见你就丧气。打中了，再来。原来她就是裴宪，那朵沈荣香做梦都想摘下的云。宪哥哥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姨母先前派人送信到翰林宴，说表妹痛改前非，近日都在家中闭门苦读。这就是表妹读的书吗？我只是……机会来了，裴宪，你不能走，这一出戏还没唱到高潮呢。小姐，找到了，您要的药油找到了。这鸟儿受的伤实在太重了，翅膀都折了，也不知能不能活。但小姐方才那样心急如焚地派奴婢去找药，已是她的造化了。鬼秋，快给他上药，别让他死了。万物有灵，救他是应该的。公子恐是误会我家小姐了。哦，误会。小姐近日当真是在认真读书，只是方才一只雏鸟惨叫着跌在窗棂上，竟是被老鹰给抓伤了。小姐瞧着那鸟儿可怜，不忍看它在地上生生挣扎等死，这才心急火燎地赶到院子里来，让奴婢赶紧去取最好的药油。是这样吗？奴婢贱命一条，绝不敢在裴大人面前有半句虚言。抱歉，是我错怪便妹了。表妹近日的确有所改进，竟能如此怜惜无辜生灵。宪哥哥过誉了，蓉儿只是见不得这些。宪哥哥，蓉儿得先带他进屋敷药了，他流了好多血，蓉儿好怕他活不了。脏死了，拿水来，快给本小姐洗手。是小姐，你去替我送一下宪哥哥，别让他觉得我失了礼数。是。公子，这猫儿怕是爬得太高下不来了，可否请公子稍等奴婢一下？乖，没事了。裴大人恕罪，奴婢该死，冲撞了大人。无妨，我本以为你是那种受礼教规矩束得死死的、极守礼的女子。奴婢失仪，让大人见笑了。姨母信中虽有夸大，但今日一见，表妹确实变得大不一样了。我想，这其中应该都是你的功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大人话，奴婢名唤桂秋。桂秋，是个好名字。桂秋，表妹身边有你这种心细如画又不失赤诚的人，是她的福气。倘若她真能因为你的陪伴而改掉之前那跋扈的瓶子，是整个国公府的福气。桂秋深受国公府恩惠，自当尽心尽力，好好陪伴小姐。裴大人，看来你已经记住我了，不枉我花费心思。裴宪，
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你以为的缘分，是我每一个脚印、每一刀切口算计出来的。这破书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？我手都酸了。小姐，裴大人最是博学，您若能在下次对弈时引经据典，他定会对小姐刮目相看。以后见宪哥哥就让桂秋陪我去吧。表妹今日似乎静气许多。宪哥哥谬赞了，蓉儿近日常想，从前确实太玩陋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便妹能有此恒心，姨母也该宽心了。桂秋，你瞧见没？宪哥哥刚才对我笑了，他还夸我有恒心。是啊，小姐，他已经看到您的长进了。陷阱里的诱饵已经放好了，沈荣香，你就带着你的面红耳赤慢慢摔下去。桂秋，你再说细些。那日裴宪哥哥夸我时，眼神的确柔和了。你说我接下去该如何做，才能让他彻底离不开我？小姐，裴大人清高，最受不得刻意，您只需继续保持这份不经意的温柔，剩下的奴婢自会为您周全。瞧见没？小姐现在谈私密事，只留桂秋一人。可不是，以前这活哪轮得到言人？翠林姐姐当初陪着小姐裴大人，回回打赏拿得手软，现在倒好，连门都进不去了。桂秋妹妹真是好手段啊，这才几天，就把这院里的规矩都改了性。姐姐言重了，奴婢只是尽本分。桂秋姐，快醒醒！小姐要出门，指名道姓叫你一起。半夜出门？不知道呀，马车都备好了。快走吧，晚了小姐又要动鞭子了。半夜出门，沈荣香，你又要耍什么花样？这么晚了，干什么去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是小姐的吩咐。府里的主子办事儿，还用得着跟你这个奴婢报备？快去吧，小姐这会儿心情正不顺呢。你要是让她等得不耐烦了，回头有你的好果子吃。那是小姐？不是小姐还能是谁？这满院子里除了主子，谁还敢穿那件金丝绣蝶的云缎裙，嫌自己命长了不成？那身衣服确实是沈荣江平日里最心爱的那一身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小姐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刘四，翠莲的亲堂哥。怎么，没想到是我？桂秋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得罪我的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真正不知道死期将至的人是你啊，翠菊。奴婢不知道，奴婢一直守分守节，姐姐饶命啊！救命！送我去见郎中！死老太婆，撒手！弄脏了我的新裙子，你赔得起吗？刘四，把他这张俏脸划烂了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在小姐面前献殷勤。桂秋，别看了，这里荒郊野岭，平时连个鬼影都见不到。为了送你上路，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才挑了这么个绝地。是啊，这里确实偏僻，可是啊，翠玉，你其实是为你自己选的。哑巴了，问你话呢！我们刘家可是国公府几辈子的家生子，你个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贱蹄子，敢得罪我妹子，知道是什么下场吗？不，刘四哥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再近一点。去死吧你！啊！我的腿！是谁？裴宪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桂秋，伤着没有？裴大人，裴大人，您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回京路上遇到叛党作乱，受了点轻伤。你怎么会深夜出现在这种荒郊野外？是翠林姐姐，
他说小姐有密令带我上了马车，到了这儿，刘四哥突然对我动手。他二人为何要如此害你？擦擦吧。帕子被泥水弄脏了，等奴婢带回去洗净熨平了，再还给大人。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裴宪啊裴宪，你这满身的清正和善良，在这残酷的世道里，可是会害死你的。沈荣香那么喜欢你，要是你突然死在这里，她一定会痛不欲生吧。山路难行，你受了惊吓，脚下不稳，抓着我的衣袖吧。秋儿，牵着手下山，就不会迷失回家的路。他脸红了。叛党之事关系重大，我需立刻入宫禀明。你万事小心。小姐还没醒，醒了也嚷嚷着头疼，说是要再睡2个时辰。姐姐，送你一份大礼。说，昨天半夜带你走的那个奸夫到底是谁？奸夫？姐姐在说什么？奴婢怎么听不懂？别装了，我从山坡底下爬上来的时候，看到你们2个共乘一骑，你依偎在他怀里那副你侬我侬的浪荡样，你敢说那不是奸夫？裴宪昨晚戴着斗笠，他只看到了背影，却没认出那是这府里所有人都高攀不起的人。你就等着吧，小姐生平最恨手下的丫鬟不安分，与外人通奸。等小姐知道了，你有9条命都不够死的。都站好了！夫人接了密报，说这院子里有人手脚不干净，怀了野心，勾搭外男，今日非得搜个水落石出。夫人，奴婢也只是为了小姐的名声着想，才斗胆报信的。妈妈，那边才闭嘴！夫人说了，一处都不能漏。翠罗，借着烛光抖开。这是裴公子的帕纸。不，这不是我的，怎么会在我枕头下？那是裴公子的东西。夫人，奴婢冤枉，奴婢怎么可能有裴公子的帕子？夫人，好啊，好得很啊！亏我平日里还当你是最贴心的，我进来瞅着你就眼神游离，心不在焉。合着你这狐妹子心思竟然敢动到宪哥哥头上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别痴心妄想了，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是你这个贱人！我想起来了，那晚带走你的那个奸夫根本不是什么旁人，那是裴宪，裴大人！是桂秋，是他跟裴大人私通，是他拿帕子诬陷我，你们别被他这张脸给骗了！夫人，奴婢知道翠云姐姐因为最近小姐宠受奴婢而心生不满，可姐姐纵然再不喜欢我，也不能为了脱罪就凭空污了奴婢和裴大人的清白啊！奴婢哪有那个命去认识裴大人？够了，给我闭嘴！桂秋这丫头是我千挑万选进府的，她一个家境寒淡的丫头，哪来的胆子和本事做出勾引外男的丑事儿？倒是你，翠园，仗着自己是刘家的家生子，在府里横行霸道惯了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刘家这些年在府中是怎么作威作福、吃里扒外的？夫人，奴婢冤枉啊！来人，把这贱蹄子给我拖下去！新账旧账一起算，把刘家那几个不安分的统统关进偏院，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放出来。谢夫人。姐姐，这才刚开始呢。走，滚远点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夫人开恩没要你们的命，已是天大的慈悲。说，帕子到底哪儿来的？宪哥哥的贴身之物，你这贱婢怎么拿到的？是不是你趁他不被偷的？说！冤枉，还在喊冤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
糊涂！你的名声好不容易才借着桂秋那丫头挽回一些，如今竟然打死了贴身丫鬟。若是传出去，裴家怎么看你？谁叫他觊觎宪哥哥？把消息封死，就说翠兰突发急症暴毙，尸体别在府里停，直接趁天黑丢到城外的乱葬岗去。小姑娘，你真要给那个丢在乱葬岗的丫鬟置办这么好的后官？翠玲姐姐虽犯了错，但好歹伺候小姐一场，我不忍见她暴尸荒野。这些银钱是奴婢攒了许久的，只想求个全尸，再立块牌位。姑娘真是副菩萨心肠，那丫头平时对你可不怎么样，你竟能如此以德报怨，真是难得的好人啊！裴仙，你很快就会来这儿巡视慰问那些战死的兄弟，然后碰巧知道沈荣香做过什么。沈小姐，我家大人说了，今日身体不适，闭门谢客，您请回吧。闪开！宪哥哥不舒服，我更得进去了。在这京城，还没人敢拦本小姐的路。滚！你这种蛇蝎心肠，我也配当你口中的宪哥哥？宪哥哥，你为了一个死丫头，居然砸东西吓我！他居然凶我！为了那个吃里扒外的翠玲，他居然这样凶我！小姐，裴大人或许只是一时气急，翠玲不过是个卑贱的丫鬟而已，哪怕是我打死了她，那又如何？宪哥哥为何要为一个贱婢动这么大的？小姐，您吃一口吧，夫人急坏了。滚！他不来看我，我就饿死在这屋里。宪哥哥不来，我就真的不吃了。我看他能不能忍心看着我死。小姐，胡闹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为了个男人，连亲爹家都不要了！你骂有什么用？香儿已经3天3夜水米不沾大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人就真的没了呀！香儿，你听话，吃一口，哪怕一口也行啊！罢了，去请裴宪，告诉他，只要他肯来，抚恤官军下葬的那笔银子，我拨。宪哥哥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死。宪哥哥，你跟我说说话呀，你是不是不生气了？你先把药喝了。桂秋，奴婢在。你当初为何读书？是祖母让我读的，她说女子明事理总是好的。是啊，明事理总是好的，我也想明事理，想学那齐家治世之道。我读了那么多书，拼了命考上状元，可是论齐家，我眼睁睁看着所谓的家人随意打杀下人，却连惩治凶手、正家风都做不到。立指是沈国公拿那些战死官军的下葬钱威胁我，为了那几千个死不明的兄弟能有个容身之所，我居然妥协了，我居然得违心的来看沈荣熙。裴大人，会有那么一天的。什么？桂秋虽然学问远不及大人，但也记得书里的一句话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桂秋相信，这世道虽有黑暗，但黑夜总有终结的那一日，天总会亮的。你一个小丫头，你懂什么？拿去吧，谁叫咱们是同宗姐妹呢？这恩情，你们裴家可得记一辈子。是啊，这份救命恩情像是一座大山，压得你这位大状元至今都直不起腰。可裴大人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恩情若是成了杀人的刀，也就该断了。种子已经种下了，裴宪，等你心里的愤怒烧掉那些束缚时，就是沈家的死期。裴大人身为清剿叛党的功臣，百忙之中还能来参加沈小姐的结基礼，这沈国公府的面子可真是比天大呀！这哪是面子，这是喜事将近啊！裴大人对沈小姐的一片痴心，京中谁人不知？裴宪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些锦绣奢靡下，全是你被恩情死死压住的脊梁。茶，沈夫人。裴大人，请用酒。没长眼的贱婢，你是怎么当差的？滚！
滚开！回头再找你算账。奴婢该死，裴大人，奴婢这就带您去后院厢房更衣，莫要耽误了吉时。沈荣香，你的美梦到头了。这不是去厢房的路，更衣是在西侧偏殿，你带我来后山做什么？公子方才在席上虽然在笑，可眼神一直落在允州的方向。您是在忧心那里的难民吗？允州民不聊生，灾民一子而食，哀鸿遍血。可这里却是珍馐遍地，酒肉成山。抱歉，我不该与你谈论这些朝政之事。后门就在前面，转过照壁就到。今日神府全人都在前厅伺候，那里没有守卫。我若想走，自可光明正当的告辞。只是裴家始终亏欠沈家，那份恩情压着，裴某如何能这般不辞而别，坏了表妹的吉时？公子，那点恩情，这些年您受的折辱，沈家捞的好处早已还清了。公子现在缺的不过是一个决绝的理由，一个让您彻底死心的理由。我想帮公子脱身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快点，小姐说了，这酒若是供不上了，揭了咱们的皮，这一坛酒够咱们喝几辈子的。公子可知，方才我在席上打翻的那盏醉仙酿，价值符合10两，300两。公子算算，这一盏酒差不多就是允州3000灾民整整1月的口粮。您看，这样的300两，今夜还有无数盏。而小姐方才还抱怨去年的贡酒不够醇厚，刚才已经命人搬出去了几10盏，直接倒进那池塘里喂鱼。奴婢虽出身微贱，却也知哀民生之多艰，想让沈家这群人反省自身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只会在废墟上继续起舞。公子，我们能做的只有毁了这一切，以儆效为。公子，这儿酒气这么盛，若是不小心引燃了哪盏灯烛，或是哪位仆役不慎碰倒了熏炉，也不过是一场意外，不是吗？我从未像今日这般畅快过。堂堂状元郎，竟然活得这般窝囊，喜欢就说喜欢，厌恶就说不。裴大人，为了那些吃人的规矩礼法，把真正的自己给丢了，值得吗？所以，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的你。记住了，裴仙，这才是你要找的真相。桂秋，你想逃吗？逃？裴大人，奴婢能逃到哪儿去呢？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可以帮你，或者来我身边。裴大人，鱼儿终于咬钩了。说，这场火是不是你干的？夫人，有人瞧见了，起火前这丫头在酒窖旁鬼鬼祟祟的，准是没安好心。我的基金里全毁了，那是我一辈子的念想。贱婢，你有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烧吧，我本就没想烧了这神府，我要烧掉的是你们沈家最后的体面。仙哥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瞧瞧这贱婢干的好事，鸟体蓉儿撑腰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姨母，裴县今日深夜登门，不为旁事，唯求谢恩。谢恩？这种时候你抬着几档包子进府，说是谢恩？当年家母病重，姨母遣人送粥赠银，裴家方能渡过难关。此恩裴家铭记于心，今日特备千份帛礼，分赠城中流民，愿以姨母之名行善积福。县哥哥要报恩，同我说便是。施舍那些贱民做什么？两不相欠，裴县，我沈家对你们母子那是天大的救命之恩。要说的已经说完，今后若无其他事，裴县便不再叨扰了。这就受不了了，沈荣香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
府里火烧了吉西里，裴县当众断亲，沈家如今已经乱了。知道了。还是这副德行。这种人一看就是常年活在刀尖上的。当年你走得干脆，倒省得我装出一副不用谢，帮你是应该的乖巧废话。你要沈家灭门，我要沈国公的首级。沈荣香害死了救命恩人，这笔血债，我帮你讨。我是监察百官的暗探，当初在礼部撕开了贪污的口子，才遭余党追杀。季大人，你是想利用我调查沈国公吧？你平日里那副乖巧温顺的模样，果然全都是装的。彼此。大火时我留心看了，沈老爷2个亲信第一时间冲进了西厢第一间，那屋子平日空置，最不起眼。西厢第一间，那屋子不是常年空置吗？那是府里唯一没被火势包及的地方，他们哪怕拼了命，也要把那里的东西护住。藏账册的地方。沈家这些年的奢靡派头，靠的可不只是那点国公俸禄。3天内，我会拿到证据。我的人刚从沈家那个暗卫嘴里撬出点东西，沈老爷手里压着一本密账，账上记的全是这些年沈家勾结地方官吏、贪墨边境赈灾粮草的收支。这本账要是交到御前，沈府满门一个都活不了。下毒、刺杀、意外，想要你死，我有1,000,000次机会，可那样死，太便宜你了。比起他对祖母做的一切，比起沈家这些年所做的一切，远远不够。我要他失去原有的一切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从云端跌进泥里，要他尝尽祖母受过的苦，再绝望的死去。原来你之前故意对裴县煽风点火，又烧了他的吉西里，为的就是让他亲手斩断沈家的退路。不然呢？若不让他死心，这沈国公府永远都有个状元郎当挡箭牌。我以为你当真对那位裴大人动了心思。季怀安，你觉得一个女人接近一个男人，除了谈情说爱，就没别的事可做了？3日之内，我会拿到那本密账。好，那我就在府里静候佳音。你们不去请旨赐婚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！胡闹！裴家已经断了亲，你这时候让我去请旨，老脸还要不要？断亲又如何？既然得不到他的心，那我就要得到他的人。真是着实好笑。上来。同样的话，我不想说第2遍。沈家打算入宫，求圣上请旨赐婚。回大人话，奴婢在小姐房中确实略有耳闻。那你如何看？婚姻大事自有圣裁，奴婢人微言轻，不敢智慧。是不敢智慧，还是乐见其成？祖母李氏死于马后拖行，一个目睹祖母惨死、身负血海深仇的人，却甘心入府，对仇人之女俯首帖耳，百般迎合。桂秋，你告诉我，这世上是真有你这种认贼作父的孝孙？我差点忘了，坐在我面前的，首先是万里挑一、心思缜密的状元郎，其次才是那个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裴县。桂秋，你看着我。裴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您贵为朝廷新贵，前途无量，何苦费这么大的精力去调查我一介小小奴婢？既然大人已经把纸摆到明面上了，你想知道什么，现在直接问我便是。我想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桂秋，沈国公府势力极大，沈国公又宠爱独女，不是你一个人能撼动的。他在害怕，怕什么？怕我毁了沈府，还是怕我死无全手？裴大人，现在的重点不是我要干什么，而是您打算怎么办？沈国公府势力极大，沈国公又宠爱独女，那么裴大人，你怎么选呢？有些选择很容易，比如把我交出去，回过头与国公府重归于好，与沈荣香大婚，从此步步高升。可你似乎并不喜欢这些坦途。裴大人，
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，你跟我这种人是一样的，放着好路不走，偏偏喜欢走最难的那条死路。要帮你也杀了他吗？我需要时间想想。想想，是在想如何应对他的调查，还是在想如何留他一命？裴家与沈家虽已断亲，但裴宪如今是御前红人，现在杀他，除了会打草惊蛇，让沈家加强设备，没有任何好处。跟着那帮权贵装久了，你倒真成大家闺秀了。从没见过你做事这么瞻前顾后，这可不像那个魔星的作风。我只是在权衡利弊。利弊，留着他，就是留着一把随时会反刺向你的刀。他已经知道了你的底细。只要他现在转头将这一切告诉沈家，你这2年受的苦，我们布的局全都会付诸东流。你告诉我，利在哪里，弊又在哪儿？他不会。2日后，如果他真的挡了路，到那时，我不会再问你第2次。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。2日不多不少，沈府的高墙，沈荣香的尖叫，祖母的血债，终于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账册里详实记录着时间、地点、人名、数目，每一笔勾画都像是从大灾之年的难民身上锯下的肉，既是沈家这些年细碎饮血的罪证。沈家比你想象的更贪，这一部分是沈家暗中勾结北境守将，私自倒卖淘汰军械、克扣兵饷的证据，而这一页是沈家当年贪没允州赈灾粮食最关键的一笔收支。裴将军，这个名字我隐约在哪儿听过。是裴宪的生父裴震。当年他跟沈国公合谋贪了不少赈灾粮，后来分赃不均，欲抽身告发，却被意外灭口。所以沈家对裴宪母子百般照护，实为监控，也为挟制。救命恩情，原来那根本不是裴家的保护伞。账册只要交到圣上御案，沈家必死无疑。但是裴宪作为贪官污吏之子，必受牵连。寒窗苦读博来的状元之位，怕是要送出去。他甚至可能要跟着沈家一起下大狱。情报是你拼命换回来的，这本账册交还是不交，由你定。季怀安，为什么要让我做决定？报仇雪恨，让沈府灰飞烟没，这不就是我入府的目的吗？可刚才那一瞬间，为什么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保住这本账券，让他继续做那个风光的状元郎？就是他！我说最近府里怎么总出岔子，原来是你这个丧门星在搞鬼。沈府里从来不养酒囊饭袋。说，你的同伙是谁？那个在暗处帮你偷账册、杀村人的野男人到底是谁？桂秋，你若老实交代季怀安的下落，我还能给你个全尸。骨头真硬，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！桂秋，在那儿，抓住他们，别让那个贱人跑了！放我下来！抓起来！我一直都在利用你。我知道。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是在公然与沈府为敌，是在亲手毁你自己的前程。我知道。桂花蜜，他怎么会有这个？你疼的话，就吃点甜的。秋儿，生活很苦，但一定会有一点甜，值得你熬下去。看着这罐桂花蜜，我终于确定了一件事：他在沈家的泥潭里溺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想拉我上岸。奉圣旨，查抄沈府，反抗者
格杀勿论。放开我！我是国公府大小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国公府，沈荣香，本家倒了。娘，是你，贱人！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勾结这些人干的！我沈家哪里待你不薄，给你吃，给你穿！你这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你为何要害我们全家？桂秋是祖母给我取的名字，你可以这么唤我，也可以继续喊我贱人，我不在乎。可你应该知道另一个人的名字，可她叫李婉娘，大家有时候会喊她婉婆婆。什么李婉娘、婉婆婆？你个疯子！我问你为何害我沈家，你跟我说这些下贱坯子的名字做什么？沈荣香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再说一次，我的祖母叫李婉娘，她这辈子只会做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桂花蜜。她做的蜜色泽漂亮，香飘10里。为了公道，只要新客来都可以先尝尝，觉得好吃再买。什么破桂花蜜？关我什么事？是我在问你话，贱人！太失望了，沈荣香，我本以为当你从云端跌落，亲眼看着家破人亡时，会对那场当街的凌虐有一丝丝愧疚。可你连他是谁都忘了，在你们这种人眼里，人命就像一只蝼蚁。我爹还没死呢，等我出去，一定将你碎尸万段！小姐，祖母临走前教过我，乖孩子得乐于助人。既然你想不起来，那我这个做伴读的便帮你帮到底。你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解开！贱人，快解开！祖母，您看，沈家的云锦确实不耐磨，真倒了。叫啊，怎么不叫了？前2天不是还骂得挺欢吗？裴仙，你个负心汉！我沈家救了你的命，你居然亲手送我们下地狱！桂秋，你毒蝎心肠，老天不公，你们都该死，全都要给我陪葬！快走快走，这就是那沈家的宅子。呸！什么国公府，现在是京城头号晦气地儿，勾结地方，贪墨赈粮，连这种丧尽天良的钱都敢拿，全家被判秋后问斩，真是便宜他们了。圣上念在裴老将军昔日护驾有功，准许大人以10年流放抵罪。功绩显赫，民心所向。原来这些浮民最后竟成了我保命的理由。桂秋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裴大人，路还长，10年不过一瞬。拿着吧，流放的路远，没这些东西，你撑不到北疆。桂秋，你如今可算是如愿了。公子博览群书，可知这蜜糖是什么东西？有时是解药，能润喉止痛，暖人心肠；有时却是最烈的毒霜，甜味入后，让人忘了苦，却也麻痹了痛觉。秋儿，甜不甜？只要你喜欢，祖母以后天天给你做。我尝过这世上最甜的蜜，却不是你赠的那一罐。可惜啊，那个天天给我做蜜的人已经不见了。裴仙，你问我如愿了吗？其实我从不懂你们口中所谓的喜欢。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感情，我这辈子最先学会的是甜。快着点儿，祖辈说秋收冬藏，趁着这大雪封门前，得把过冬的东西都存好了。秋收冬藏，秋天收了果实，冬天藏起来待来年。可是祖母，吃完了，没有祖母的来年，到底有什么好等待的？鸩酒入喉，
我就去那条黄泉路上找您。您一定还在那儿等着我，对不对？祖母，祖母，你是算准了时间来接我了吗？祖母，秋儿，这里头藏了好东西，将来你总有派上用场的一天。您说的将来，我已经等不到了。既然如此，临走前，我便替您看看，到底留了什么宝贝。地窖口这么窄，您那时候腰疾那么重，每次都要在这儿倒腾半天，该多疼啊！从前那些年，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复仇，我揣摩过无数种情绪。我学会在生气时发抖，在委屈时落泪，在难过时垂手。那些泪水，每一滴都是算计好的筹码，每一滴都是虚假的戏。可现在是怎么了？这里没有沈荣香，没有裴宪，没有那些需要我做戏的人。我为什么要对着一罐子蜜掉眼泪？傻祖母，城西那个最长寿的张大娘，也不过才活到90岁高寿，您居然留到了100岁。继幼年时将我从河中捞出来之后，您又一次将我的人生从冬天打捞出来。还得是李记的糖水，这桂花蜜的味道，整个西市都找不到第二家。那是，听说老板娘为了这蜜，亲手伺候那一院子的桂花树。不对，还是不对。渐渐的，明明是按照祖母的法子做的，可为什么总是比祖母做的要差了那么许多？比例没错，火候也没错，到底是差了哪一位？难道祖母当年还偷偷加了什么独门秘方？我翻遍了老宅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找不到那个方子。或许这世上再也没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。沈家已经伏法了，我要调任离京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？季大人刚立了大功，圣上正要为你加官进捐，正是前途似锦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带我一个民女走？担心你留在这儿，天天看着沈府旧疾，会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儿罢了。算了，差点忘了，你这个模型一向不用我操心。你既要开铺子，有本钱吗？选好地段了吗？这西市水深得很，圣上赏了不少银子，我一个粗人正愁没处花，不如投给你这铺子。季大人，这个月的红利算好了，一会儿您带走。不急，搁在那儿吧。算好了，扣掉今年的铺租、柴火，还有给张大娘的工钱，剩下的，这是我的那份。季大人，您怎么算的？铺子的本钱是你出的，垫底是你找的，甚至那批好糖也是你托人从南边运回来的。按你这么分，你这辈子都回不了本。我一个粗人，拿那么多银子没处花。沈家伏法那年，他那么聪明的人，能从千丝万缕的线索里抠出密账，可现在怎么脑子越来越笨了？话变多了，算账却成了这副德行。他呀，真不是块做生意的料。季叔叔帮看画画。楠楠，别闹，季叔叔在写公文，弄坏了圣上的折子，要把你抓去打手心的。客官留步。10年，你竟然真的回来了！想吃点什么？路过这里，渴得厉害，想讨杯水喝，可以吗？
茶壶空了，客官稍坐，我去后院烧一壶。叔叔，你长得真好看。叔叔，你认识我娘吗？算是有一面之缘吧。我就知道，我娘手艺可好了，全西市的人都夸她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娘性子也特别好，她从来不骂人，对谁都笑。我知道。原来你现在有安稳的铺子，有体贴的人，还有个这么像你的孩子。这孩子的眼睛很像他，那鼻子呢？是不是更像季怀安一些？臭丫头，我就一转身的功夫，你又跑出来淘气。对不住啊，客官，我家这丫头什么都好，就是生了张碎嘴子，没皮没脸的，逢人就喜欢瞎撩我。季兄弟，我家这祖宗没烦着你吧？没有，误会了，她是隔壁周娘子的女儿，跟桂秋投缘，经常往这儿跑，蹭2块点心吃。那你为何你也在？我不过是在这里整理公文，现如今案子多，哪儿清静我就待在哪儿。季大人走了，多谢。那桂花蜜还有吗？尝尝吧。你一直都在这里？第1年冬天，北京的雪大得能把屋顶压塌，我一个拿笔的人差点没熬过去。后来我跟着那些戍兵去开荒，手心磨烂了，血肉模糊，等长出这些茧子，反而习惯了，不再觉得疼了。北疆的夜里风声极大，像刀子在割地。睡不着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京城，想起很多事，很多人。第3年遇了马贼，我护着粮队，背上挨了一刀，躺了2个月。那时觉得可能就那样了。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可在那之后，我总能收到一些莫名寄来的药材和碎银。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署名，当我打开包裹的时候，那包药的纸上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桂花的香气。再后来，我不再跟着开荒，我叫那里的边民认字，替官署整理文书。朝廷说我表现不错，许我凭这些功劳抵扣罪责。很甜，和这10年里我想象中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来。之前交好的朋友开设了学堂，我如今是那里的夫子，你若是得空，可以来看看。我是个做生意的，怕是没那个闲工夫。我明日还能再来吗？我在这里开店，只要是想吃糖水的客官都可以来。那以后我每日都来。听说了吗？圣上最近要削减那些世家的权柄。可不是，重用了一大批以前被贬的官。那位裴状元怕是要翻身了。裴大人复官了，圣上亲口谕旨，说他当年肃清沈家有功，又是旷世奇才。何止啊！听说朝中几位元老联名上书保他，说他是大智之才。如今入朝，可是要主持那劳什勒的改革了。裴宪，你终究还是回到了你该去的地方。圣上，臣以为世家私宅侵占良田之事必须彻查，不消其根本，轻徭役减税赋，便是一句空话。裴大人空有书生理想，彻查？若无百官监察制度辅佐，你今日查一户，明日便会生10户。那便依季统领所言，推行百官监察，由禁军督办，谁敢贪墨赈粮，立斩不赦。这句还算像个人话。依2位大人之奏，推行新政。舒坦。自打裴大人和季统领推了那减税的新政，咱们这小日子总算是有盼头来了。可不是，以前沈家那种横行霸道的烟撒事儿，现在是谁也没胆子做了。桂秋姐姐，这灰多我来擦。慢点儿，小心被杂草绊倒。小猫，哇，桂秋姐姐，这是什么呀？上面的金线好闪。这个啊，
是我祖母当年亲手为我缝的，是给我的嫁衣。嫁衣？为什么要留着它呀？因为她啊，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看着我凤冠霞帔，嫁给这上最好的儿郎。祖母您看，这盛世如您所愿，可我等的那个人，他回来了吗？桂秋姐姐，你说错了。我娘常对我说，这世上啊，根本没有什么最好的儿郎。我娘说，谁能让你打心眼里觉得幸福，谁就是那个最好的人。我娘明白的道理，你祖母那么疼你，她肯定也明白的呀。所以啊，你祖母费了那么多心思留下的这些，其实不是为了让你嫁给谁，她最大的心愿其实是让你幸福。原来是这样吗？那些字条，那些生辰蜜，还有这件嫁衣，她不是在逼我做一个好姑娘，她只是想让我长命百岁的幸福下去。祖母，秋儿要长命百岁，要甜甜的好下去。从今往后，桂秋一定会幸福的。谢谢。